上一世，我在修复蓝星自动化生产线时，动力核心炸了。睁开眼，我穿越到了圣州大陆，成了扼杀亲王的孙子。这里完全没有基础工业，运输只能靠马车。这一世，我的工业知识可有用武之地了。我要用钢铁和科技碾压一切。左侧破绽不明显，全力压制。明白。坚持住，他的鳞甲快承受不住了。加大魔力输出，劈他头颅！爷爷住手！机甲的动力核心顶不住，切换输出功率，侧翼突刺打击。快，保护苏联！风系魔法，去吧。另外4台机甲四角包围，切换为战刃，激活他的伤口。爷爷，你怎么懂这些？我只是做了些功课，研究了书房里地精机甲的残骸和战力笔记而已。300年前，地精发明魔法动力核心，打造出达利塔机甲，从此改变战争规则。这机甲动力冗余太大，造价高昂，还难以量产，实战性价比太低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先修铁路，再造魔动车。等基础工业的地基打造好了，再积累资金，研发量产型武器。不愧是我的孙子，我知道孙儿你的天赋世间罕有，但这铁路工作量颇大，且从未有人尝试，你有把握？铁路技术，我有十足把握，只需您的权限和启动资金。好，我给你权限，调动封地30%资金，失败了就当给你练手。谢谢爷爷。30%资金，或许能埋下一个未来。这孩子虽然是科技上的天才，但却没想过这一个想法会触动很多人的奶酪。亲王大人让我协助少爷，这戒指里是给您的物资，资金和矿石都全了。这圣州大陆的规则由我来改写。12岁高阶魔法师，这是王国100年未有的天赋。这一刻终于要到了。在这5年的定魔中，我正将魔法与真理编织，魔道工程实践，还差一个关键的衔接点，时间不多了。连德尔少爷，这铁轨造价高昂，且无人知晓能否承载重物，商会无法冒险。矿区的矿石一旦走铁路运到冶铁厂，运输成本能降30%，我做担保，半年就能回本。用低级魔法元素动力核心驱动，载重是马车10倍，速度快3倍，连接劳恩矿区与沃戈地冶铁厂，缩短运输距离10公里。可这技术从未验证。我以亲王名义背书，若亏损，由封地赔付。好，商会愿与少爷合作。1、2，起，再来！坚如磐石！少爷，所有材料已到位，预计3个月完工。接下来，该让这个世界见识真正的钢铁力量了。这一刻，我们将改写大陆的运输史。魔力出动，魔动车启动。
陛下，魔动车为王国带来的收益不可估量，我愿将铁路技术共享。你孙子搞的这阵魔动车，怕是要动摇王国的运输体系，给你全国铁路的开拓权，但收益需上交王室2成。现在运输的速度比之前翻了5倍，全国铁路开拓权也到手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量产魔动车，垄断运输，积累资金，然后造真正的战争武器。亲王大人已打点好，您可自由出入骑士研究所。亲王的孙子是吧？你爷爷搞的那什么铁路，让我们家族的运输产业几乎倒闭了。敢耍我，让你尝尝高阶魔法师的厉害！学院内禁止私闹，影响被退学。等着瞧，早晚要你好看！谁先来第一个展示？教官，我展示烈焰冲击！来得正好。高阶战士水准，你的魔法水准呢？孙儿，你的高阶魔法师天赋太妖孽了，还是隐藏点好。略懂皮毛。这个世界的魔法怀表完全没有机械装置，纯靠魔法驱动，真是浪费魔力。我去，这操控力和机械理解不一般啊！学长眼光独到，是炼金系的吗？我是乔西。你就是那个天才乔西，正好我有东西想让你看看。这思路简直……全国通车铁路已达3000公里，魔动车50列。我们已经垄断了王国8成的矿石和粮食运输，上周纯利已经突破100万金币了。按我和乔西优化的炼金配方，魔动车动力效率又提升15%，损耗率下降3成。各大贵族挤破头想参股，给王国带来的收益不可估量，甚至连国王也坐不住了。他们派使者来询问开放线路权限的事，都在盯着这块肥肉。权限用矿产或炼金基础换，我们要的是研发资金，不是人情。吉星学院是全国最好的综合性学院，能接触顶尖技术。我把你和乔西一起送进去。骑士研究所的基础理论已学完，去吉星正好完善坦克和飞机图纸，顺便看看王国年轻一代有多少可用之人。爷爷已打点好，魔动车收益全力支持你们。我去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出息点，以后只会更多。强度达标，批量生产没问题。50块魔晶，优先保障这批材料供应，1周内交付第一批成品。好啊，线条真漂亮。用黑铁魔晶搭配锌合金，动力输出能再提20%。坦克要搭载炼金重炮，外层裹上3层特殊合金，能抵御高阶魔法攻击，成为地面战场的碾压性力量。飞机则要优化机动结构，搭配轻量化合金机身，能实现高空侦察，打破传统战场的空间限制。我的天，这要是真造出来，简直可以逆天了！吉星学院，我会让那里的天才都成为这些武器的助推器。
少爷，这发带可以压制您的魔力，务必低调。学院的炼金实验室我提前打听了，设备比军事学院先进不少，正好测试坦克核心模型。低调入学，拉拢可用人才，研发不能停。这里的资源将是我构建势力的关键。先给大家介绍新转校生纳林瑟泰特，高阶魔法师。大家好，我叫纳林瑟泰德。找到你了，苏联同学，亲王的孙子用发带压制魔力，看味道还隐藏着狼人血脉，我说的对吗？你调查我，你想做什么？血魔法，你是血族？别紧张，血族的天赋罢了，血脉不会说谎。不过，我对能做出魔动车的你的机械知识更感兴趣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？你也对这个感兴趣？我知道很多古代血族的炼金秘术，里面有些东西，或许能帮你把钢铁洪流变成现实。按照苏联的设计思路，主要问题在于动力核心的持续输出稳定性，用血魔法强化后，效能还有提升空间。能做出这种东西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我加入。欢迎你的加入，有你在，我的钢铁洪流计划就能更进一步了。这次实战演习，我们组队吧。好呀，我们要分工协作。我擅长中程血魔法输出，刚好能弥补你们的攻击盲区。我连夜改良了炼金防御护盾，能抵御3阶以内魔兽的攻击。可以，我擅长近战突进和探路，会在前头撕开防线，你们跟上，注意警戒侧方。大吉森林初级实战的试金石，却常有不速之客。别放松，森林里不止这些。护盾，展开！我来加持。左侧交给我。别放松，前面还有动静。我也听见了。魔法元素混乱，有高阶魔兽气息。不好，探测显示至少是5阶魔兽，气息匹配是黑蓝魔虎。我们还是撤退吧。不能退，森林深处地形复杂，一味撤退只会被他追着打。乔西，你立刻去峡谷入口布置麻痹陷阱。那里，你现在就开始蓄力高阶血魔法，等他入套后全力轰击。攻击弱点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只是萨奇森林噩梦的开始，真正的兽潮正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。龙决斩！小心，我在峡谷口布置了最后的防御陷阱。我知道了。这就是魔兽魔核。好险，这东西正好用于研发。
1小时从科斯夫诺赶到，魔动车运输太恐怖了。全军支援萨基斯里，重点接应苏联小队。天快亮了。苏联，你怎么样？还撑得住吗？没事就好，多亏了魔动车的运输能力。这就叫科技改变生活。不过是个靠关系上位的，也配和我比？康妮同学，学院禁止挑衅，苏联的实力可不是你能比的。这里没你的事，这次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，让你尝尝高阶魔法师的厉害。暴炎玄，只有这种程度吗？哼！你输了？怎么可能？赢了。康妮这家伙总是自以为是，苏联可不是普通学生。这魔核的能量可比寻常能源强大太多了。这样一来，坦克不仅能完工，威力还能更上一层楼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了，什么时候能给我看看？别着急，很快了。好像要开始了呢。亲王真是越老越糊涂，让一个毛孩子捣鼓这种铁疙瘩，能比骑士机甲厉害？我看纯粹是浪费矿产和魔晶。就是，这玩意儿的造价据说不足3阶机甲的1/10，能有什么威力？公爵大人要是不信，不如让您的骑士机甲试试。不管谁破坏了对方的机器，都不许纠缠，如何？哼！小鬼不知天高地厚，让你见识下王国正规军的战力。坦克，开火！加速！他的关节顶不住了。还需要继续吗？把机甲拖下去。这台坦克造价仅为机甲的1/10，可批量生产，用魔法操控，一炮威力堪比5阶魔法，防御能硬抗3阶，机甲全力一击。这就是未来的战争规则。苏联，你的狼人血脉觉醒需要猎杀的恐惧之血，这名死刑犯是最适合的目标。纳林，你的血族真祖血脉纯度极高，觉醒时能量会非常狂暴，容易迷失，一旦有失控迹象，我会立刻启动压制。饶命！我不想死。当你剥夺那些无辜者生命时，可曾给过他们机会？
今日你的血将用于更崇高的目的。不好，失控了！能量攀升太快了，两人的觉醒在相互影响。看来控制得住了。你的血脉，难道你体内也流淌着西国的血族之血？我的血脉可能和我的父亲有关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我的炼金之神啊，这是血脉共鸣，千年难遇的奇观，这简直颠覆了血脉学常识。初次觉醒，竟能反过来帮助高阶血族稳定。是这个。从今往后，我便是你最锋利的刃与最坚固的盾，随叫随到。自身的隐患算是初步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该为我们的钢铁洪流去筹集足够的燃料了。自身的隐患算是初步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该为我们的钢铁洪流去筹集足够的燃料了。你下了这么大本钱，就为了做这种东西，能行吗？这机械手表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一会儿也得看你表现。大家都安静一下，这是苏联少爷研发的机械手表，不仅能精准计时，更是身份的象征。采用顶尖炼金技术，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品。一块破表卖100枚金币，是不是太贵了？就是，计时有魔法道具就行，谁会花这么多钱买块表？各位，这不是普通的表，它整体不采用任何的魔法，只用基础的机械零件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保证，我所制造的这种表绝无仅有。这种气质才配得上我！我要1块，给我预留1块限量款！我要10块，送给我的生意伙伴。这个名额是我的，你休想夺走！金子在我这里，你凭什么夺走？苏联太火爆了，3天时间，1万枚手表全部售罄，纯利润高达1000万金币。怎么，你是对苏联的产品不自信？这些金币足够我们量产10批坦克和战机了，军工厂的资金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我们的资金全部投入军工厂，优先量产战机和魔法合金。这种产品必须保持限量供应，才能一直维持高端定位。兰科乌王国突然入侵亚米尼克，边境守军节节败退，亚米尼克国王请求我们支援，否则亚米尼克的首都就会被攻破。魔动车经过优化，最高时速能达到120公里，从彼得圣领到亚米尼克边境，全程800公里，1夜就能抵达。每列车厢配备2名魔法师，维持魔法护盾，防止途中遭遇魔兽袭击。乔西，动力系统没问题吧？我亲自调试的，每一个部件都经过3次检测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时间到，出发！来走，全队加速上车！是，及时就位，保持队形。这是王国第一次用魔动车大规模运输军队，也是我们的兵器第一次登上战争的舞台。一乱，快退！这边撑不住了，跟上！绝不能再退了，就算只剩我1人，也要挡住他们。陛下，我们撑不住了，兰科乌的机甲太厉害了。没关系，
援军马上就能到了。那是铁列车，我们撑住了！既然来了，就让这片土地记住艾维苏的钢铁意志。一夜之间，你们真的赶到了，这是奇迹！陛下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战争由我们全权接手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们能运来对抗兰科乌机甲的武器？他们不行了，机甲冲锋，碾碎他们！我要在亚米尼克的王座上喝早茶。全体开火！那是什么怪物？不要慌，对方已经击穷了，继续进攻，围力之战。哦，苏联，你的机甲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看你也忍不住了吧？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的宝贝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快撤退！苏联少爷，感谢你们的支援，救了亚米尼克。亚米尼克愿意臣服于艾维苏王国，共享所有资源。父亲特意从雷火军工定制的4阶机甲，这次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彻底碾碎。苏联，上次让你侥幸赢了，这次我们用机甲比试比试。躲在那种过时的铁壳里，可别怪我没给你认输的机会。康尼的烈牙是真正的战争兵器，配备的熔火型魔法炮，理论出力足以一击摧毁标准的学院训练护盾。苏联那台看上去还是基础型号吧。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，相互切磋，共同进步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步步紧逼的敌意。不装了，在机甲操控领域，我确实有些天赋，我摊牌了。龙鳞合金的魔力共振频率完美匹配苏联的血脉波动，接下来就看实战中的残党效率了。更何况狼人形态还能和你的血脉匹配，反应速度会提升一个层级。狂妄，少吹牛了，去死吧！只会像老鼠一样躲来躲去吗？有本事别逃，和我正面打！炮击间隔 2.5秒，充能期间机体平衡有细微破绽。果然，过度依赖重型火力，忽视了基础机动性。龙鳞合金，共鸣启动。核心弱点位置应该和标准雷火4型架构一致。可恶，你这家伙！投降吧，康妮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
烈牙的主炮被正面挡住了，何止挡住，是用刀刃劈开的。破绽百出。不可能！我的核心在崩溃。所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是什么材料？最后那一炮，他怎么知道烈牙动力核心的精确位置？那是雷火军工的保密架构。魔力传导效率竟然达到了理论值的98%，不可思议的数据。苏联，这次我大意了，下次我一定要你好看。你怎样都无所谓了，我前进的路上根本就没有你，我要征服的是这星辰大海。3年了，自从母亲临终前告诉我去血族秘境找答案，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。纳林，你在吗？苏联这边，长老已经在等你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，等了很久。血族最高秘典《原血之章》里面记载的不只是历史，更是你父亲奥古斯特夜影的真相。他到底是谁9阶血族大法神，100年前最接近神域的存在，但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他预言，神权之下唯有钢铁可破。奥古斯特大人一生追求魔法与科技的融合，但他的研究触动了神界的根本利益。他的失踪与傀儡势力有关。机械与魔法融合，对抗神权，失踪真相。碎片终于拼合了。父亲不仅预言了道路，还留下了钥匙。我明白了，要找到父亲，要完成他的理想，我必须先建立属于自己的力量，一个不依赖旧有规则的组织。去吧，血族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世界。我思考的结论是，魔法从来不是唯一的道路。将魔法符文与机械结构结合，创造全新的可能。它们不是幻想，而是未来的钢铁洪流。苏联同学，你的设计理念超前，但在机械结构上至少有3大优化空间。请指教。第一，履带缓冲结构可重新设计，承载提升40%。第二，能耗可减少15%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现有锻造工艺无法量产你的高精度零件，但我有解决方案。终于遇到真想造出东西的人了，值得我投入全部记忆。精准的命中所有技术痛点。这个人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派，而是真正的实践者。我是机械工程学院特聘教授梅维斯，我要加入钢铁研发部。欢迎加入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专家。诸位，钢铁研发部欢迎这样的人才，而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走向天空，让我们的造物冲破云霄。父亲，您看到了吗？钢铁洪流的第一道浪潮已经掀起，从秘境到学院，您的理想将由我们共同实现。按照苏联和梅维斯优化过的图纸，结合血魔法动力，这东西最高时速500公里，还能挂载12枚魔法炸弹。这铁疙瘩笨重不堪，迟早坠毁，不如我们的空骑兵机甲。低效的魔法驱动脆弱的机体，不堪一击。准备好打他们的脸了吗？既然各位这么有信心，我让你们先飞。狂妄，你可别后悔！起飞！太慢了。天哪，是真的！我们成功了！
宠小技，肯定撑不久。该死的畜生！给我落下去！魔法隐身系统启动。是隐身魔法，可战机怎么会？展示环节结束，现在该我了。这个后方导弹逼近，甩不掉，不对劲，快搬离干扰力！太强了，简直太强了！我迫不及待量产这东西，去统治天空了。肯瑞美帝国率领5000士兵、30台机甲和10支空骑兵小队逼近边境，说是友好访问，实则试探我们的战力。肯瑞美帝国实力强悍，还有8阶魔法师压阵，我们的战机、坦克，包括你最近新做出来的东西，还没有面对过这么残酷的战场，要不要暂避锋芒？爷爷，我知道风险，但有些仗必须打。我要为了艾维苏战斗，也要向帝国，向这片大陆上所有还在观望的人证明，时代的规则已经变了。陛下那边，我去说，放心去做，爷爷和整个王国都是你的后盾。全体作战单位听令，1级战备。乔西，启动钢铁号全部防御系统，能量优先供给复合护盾，我要你确保护盾核心稳定。明白。主护盾发生器预热，偏导阵列校准稳定，所有炮位充能开始。纳林，第1战斗机中队由你率领，升空待命。记住，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制空权，打掉那些空骑兵。了解，我的指挥官大人，我会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影子。塔特尔将军，海岸防线交给您，30台龙鳞合金坦克分成3个梯次防御阵地。遵命，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下传令，让拉塞尔大师和他的法师团给这帮乡巴佬开开眼。为了扩编齐射，目标那个铁盒子，空骑兵全体升空，扫清空中障碍。雷神之怒，毁灭这狂妄的钢铁！对方的8阶魔法超出我们的计算阈值，护盾值衰减很快。果然厉害，不愧是老牌帝国的底蕴。乔西，启动护盾频率偏移。纳林，天空交给你了，打断他们的施法节奏。狩猎开始，全体开火。我看不见他们。快撤！这是什么妖怪？肯瑞美的指挥官，给我听好了，这次只是警告。如果你们帝国再敢把爪子伸向我艾维苏1寸，下一次我会亲自去你们肯瑞皇都港口登门拜访。这枚幽夜之心，其核心力量在于调和与增幅，能将你们2人的共鸣推向极致。这枚幽夜之心，或许就是打破瓶颈的钥匙。血狼，笑月！这种感觉，我的血魔法不仅更强，共鸣的深度完全不同了。原来如此，狼人的力量代表实质与爆发，血族的力量代表虚化与侵蚀，一种全新的复合力量诞生了。这能量强度，足以与9阶强者正面周旋。直接接入回路会烧毁，必须有一个缓冲层。神核能量过于狂暴，需要血魔法稳定。血魔法输入。这是质变，这威力能轰穿任何机甲防御。同理，航母的防御护盾也会提升相当的强度，战机也能获得对应的增强，1周内就能完成批量改造。
不是能源问题，龙鳞合金的关键强化原料维洛布金属储备清零了。人类小子，维洛布金属是我们同须部族世代守护的祖产，别以为能出现会跑的魔动车就能从我们手里骗走宝贝。看到那些破烂没？你们之前商队吹的天花乱坠的先进设备，连我们矿洞第1层都进不去，就散架了。还不如我们的锤子和镐子好使，合作拿诚意出来。设计存在重大缺陷，传动齿轮比错误，魔力传导机构脆弱，根本无法承受维洛布矿脉深处的高密度魔力环境。不仅是设计问题，材料也没用对。维洛布矿石本身对魔力有轻微排斥和干扰，用常规的色银合金做核心部件，应力集中，不散架才怪。说大话谁都会，要真能拿出比我们矮人工艺更好的采矿家伙事儿，证明给我们看。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好的设备呢？就凭你们的工艺，要真做得到，这矿场送你们都行。只是齿轮咬合设计缺陷而已。之前的设备确实太原始了。这就是你们认为无法修复的废铁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只是缺少一点特殊的贡品。风会引领每一处结构回到它本该在的位置。哼，用魔法修机器，这些毛都没长齐的小鬼，只会这种花里胡哨的戏码。接骨魔力回落，启动。这不可能！这效率简直疯了！这是我给你的，真正能改变世界的筹码。我统锤格罗姆，你先组织灵骑士，同须不足，愿意与您结盟。我们不是掠夺者，是合作者。有了最顶级的材料，钢铁洪流的巅峰近在眼前。诸位尊贵的来宾，今日由苏联少爷亲自设计的星轨2代腕表面世。它不仅采用无魔法驱动的纯机械结构，实现前所未有的精准计时。其龙鳞合金表身更能抵御3阶以下魔法的直接冲击。这不仅是计时的工具，更是身份、安全与超凡工艺的终极象征。5000金币一枚，艾默森会长，你们的计时工艺确实独家，但这也太离谱了！防御魔法，谁知道是不是噱头？有本事当场验证！便请苏联少爷亲自展示。这位先生，见证需要一点小小的参与感，您不介意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他们结束吧。护盾，激活。闹够了吧？这一款配你的红筒真合适。谢谢，还不是因为相信你的手艺。这种保密的东西有多少要多少！无论什么价格，给我预留5枚定制款，立刻！少爷，疯了！1万枚现货抢光了，纯利润至少5000万金币。意料之中。对顶层阶级而言，安全感是无价的。
我们的钢铁洪流，现在才真正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苏联，我得赶在你之前。这东西帝国也应该拥有。神河坦克是艾维苏的钢铁脊梁。连续3小时高强度测试，命中率达到98%以上。维洛布矿石管够，再量产500台都没问题。艾维苏的蝼蚁，交出矿脉和神河技术，否则让你们化为灰烬！你是帝国的7阶法师。坦克集群分3路包抄。乔西，正面护盾能撑多久？最多2分钟。那就别给他们集火的机会。纳林，抓准时机。哼，交给我吧。2/1000秒的破绽血族动态视觉，刚好能捕捉。给我轰平这些铁疙瘩！阵列保持全部迈进。这人的火焰会吞没一切。能量环启动，全功率输出。明白，屏障展开中，请保持阵型。护盾形成，防线稳固。开火！不可能！我的护盾怎么会被击穿？再见，法师先生。下辈子别再来了。苏联少爷，精灵族球员。精灵族从不出森林求援，出大事了！出发，精灵森林。这里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惨烈。让愚蠢的精灵见识见识大炮的威力！苏联阁下，帝国附庸正在强行开采千年能量水晶，森林撑要多久了？千年能量水晶，那可是升级机甲的好宝贝。纳林，不管怎样，精灵族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数据同步完成，推进器预热稳定在8%。让他们见识一下立体打击。15个机甲在森林核心四周，防御目标已锁定。区区精灵也配拥有这样的至宝？发射！我在暗处的鼠辈，我的机甲是专为你们准备的。神河主动连接中，风晶神河响应了，那就试试它的威力。不可能！愿这份力量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。我保证。看来他还真是个麻烦。
接下来继续保持这个区间。明白。让我们的神河彻底报废。能量泄露，快关闭熔炉！熔炉的自我防护系统没有启动，到底是人为破坏？有魔力的痕迹！站住！死吧！把他带下去。说，帝国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知道。让你尝尝血脉灼烧的滋味。好在，帝国在建造神河巨炮，派我们清理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。神河巨炮可是最大威力的战争武器，看来帝国是准备全面开战了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，可以制作反制神河巨炮的芯片，但是需要时间。来不及了，帝国很快就会来收拾你们。那就让他们来试试。苏联，芯片还差最后30%激活，必须注入完整的血魔法能量才能生效，而且必须是高度共鸣状态下的纯净能量。帝国那门神罚巨炮的试射时间只剩2小时了，一旦激活失败，整个东部边境的护盾系统会在第一轮齐射中化为灰烬。炮塔转向同步，核心能量稳定，护盾充盈80%，进入防御阵型。再分吧。艾维苏的蝼蚁，陛下早就料到你们会搞这种小动作。今天你们和这可悲的玩具都得死！站在我后面，你来的真快。还没看清敌人是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苏联。你专心激活芯片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我们的混合魔力场能压制高阶魔法，撑到你激活芯片，完全没问题。卸架，完全接驳，巨炮锁定，目标清除。不可能！血族和狼人怎么可能融合？这种共鸣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徒劳！时间站在我们这边，最多1小时，巨炮开火，你们和这芯片都会化为尘埃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成功了！干扰频率锁定完毕。苏联，帝国试射提前，不是2小时，是现在。部队已碎，平民还没撤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我马上到。乔西，芯片参数已经加载完毕，我现在就潜入巨炮阵地，把芯片嵌入能量回路。巨炮正在充能，下一发可能会直接击穿护盾。苏联，注意安全，帝国肯定派了拦截部队。
这些帝国空骑兵的阵型很标准，但太过死板。他们有数量优势，却不知道风金神河的真正特性是什么。就凭这堆铁疙瘩，也想破坏陛下的神河巨炮？我劝你们乖乖投降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我会证明，你们帝国的巨炮不过是靠不稳定能量驱动的废物，而你们只是守着这废物的看门狗。隐身。那林按计划行动，给我10秒钟窗口。 10秒，小看我，给你15秒。3阶机甲关节连接处是弱点，苏联教过的。你们的对手在这里，小兰塔，先过我这关。血魔刃，横扫，被猎吧！我住！系统报警！不要给我掉下去啊！ 从今天起，你们的神河巨炮就是一堆废铁。乔西给的图纸没错，接口位置分毫不差。反制芯片切入完成，乔西启动干扰程序。成功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帝国不会只有这一门巨炮。 不可能！能量回路怎么会被干扰？快修复！苏联，审讯间谍得到消息，帝国派了运输舰队，带着超物质水晶赶来修复巨炮。但水晶是巨炮的核心能量源，必须在他们抵达前拦截，否则巨炮还能重新启动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港口的天穹护盾能硬扛8阶魔法的直接轰击。至于我的铁臂简安还有爱情机甲，全大陆防御评级第4。 想抢超物质水晶，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这水晶可是陛下修复神河巨炮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有了它，帝国边疆将固若金汤。帝国的舰队队长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停止你们的侵略行径，交出超物质水晶，用你们妄想！记住我们的原则，是摧毁军事目标，避免平民伤亡。 纳吉瑟泰特，交给你。能量频率稳定在赫兹波段，标准的3重结盾。帝国工程师还是这么缺乏想象力。这种破护盾也配挡我？就是现在！神河战机火力全开，清理港口防御工事。 登陆部队，目标旗舰甲板，抢占水晶。你的机甲数据我研究过，铁臂简 II 型，装甲最后处37厘米，但舱门锁扣为了快速逃生，用的是轻质合金，这是设计缺陷。就是现在！休想！放下！那是帝国的财产！帝国的财产！你们用它在边境屠杀了3个村庄，只为测试能量纯度。现在他该赎罪了。 队长，你的机甲防御评级确实很高，但所有机甲都有同一个弱点。为了给驾驶员留出紧急逃生空间，那里的装甲比其他部位高40%，而且紧挨着动力核心管道。你们赢了这一次，皇子殿下已经率10万大军从北境回防。那就告诉他。 我苏联在港口等他，至于你，由回去报信吧。看，红线已经逼近维洛布矿脉，速度很快。帝国不会再给我们时间了。各位，帝国皇子带着10万大军和500台机甲杀来，目标是维洛布矿脉和我们的军工厂。矿脉是龙鳞合金的核心原料，军工厂是我们的根基。 一旦被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维洛布矿脉是我们矮人的祖产，绝不能让帝国抢走。我带500名矮人战士参战，跟他们拼了！精灵族欠你人情，
这次我们出50名魔法师支援，你的战机和风晶神核共鸣效果很好，我们的风晶能量能帮你强化火力。血族也会派出刺客小队，血魔法能干扰机甲动力核心，我们帮你们牵制敌军后方。乌合之众也敢对抗帝国，不过是一群抱团取暖的蝼蚁。1小时后冲锋，踏平他们！犯我联盟者，虽远必诛，让帝国看看联盟的力量。帝国机甲距离防线还有3公里，所有火炮就位，等我号令，魔法屏障展开！开火，先解决这些先锋。这不可能，这可是最新的复合装甲。告诉帝国皇子，想打我们的主意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为了彼得胜利，胜利属于我们！不好了，帝国大部队已经抵达边境外围了，他们带来了8节魔法炮阵，炮口已经对准我们的防线了！不好了，帝国大部队已经抵达边境外围了，他们带来了8节魔法炮阵，炮口已经对准我们的防线了！苏联，识相的赶紧投降，交出矿脉、军工厂和超物质水晶，陛下可以饶你不死。则8节魔法炮阵会把你们和这片土地一起夷为平地。该用那招了，让他们见识一下血脉共鸣和神核强化的真正威力。早就等着了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血脉共鸣，星河破。8节魔法炮阵怎么会被轻易摧毁？联盟的力量不是你们这些侵略者能懂的。帝国的野心，今天就在这里终结。皇子殿下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帝国万岁！告诉你们的皇子，想踏平我的联盟，先做好付出惨痛代价的准备。苏联，为我炮阵，杀我将士！等我带着帝国的9节魔法师和神核机甲来，让你和你的联盟化为飞灰！苏联，交出水晶，否则这里将化为飞灰！锁定系统调试中，星河导弹就位。苏联，交出水晶，否则这里将化为飞灰。9阶魔法，暗影吞噬。灰幕降临，一切皆归虚无。苏联，启动战甲，我撑不住了。星河战甲进化形态启动。不可能！人类技术怎能抵御9阶魔法？
你的暗影魔法不过如此。在融合之力面前，你的魔法不过是笑话。星河导弹调试完毕，威力堪比10阶魔法。苏联，帝国皇子带着毁灭者2号杀过来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苏联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珍视的一切化为灰烬。这台机甲凝聚了帝国所有顶尖技术，这一次你绝无胜算。苏联，你毁我炮阵，杀我魔法师，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卫星核炮暗影轰。能量输出只有真正星河技术的68%，帝国果然还在模仿表面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他们进步的速度比预期快。帝国的破烂神核也敢拿出来丢人，连能量稳定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破坏力？乔西，锁定目标，星河导弹准备。目标已锁定，能量反应确认，集中在机甲胸部的伪星核反应堆。弱点分析完成。苏联，他们的能量护盾有0.3秒的周期性波动。星河导弹装载完毕，3枚齐射，精准锁定机甲动力核心，发射窗口，就是现在。锁定完毕，发射，命中目标前不要松懈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能量护盾明明还在运行。父亲，我辜负了帝国的期望。连最先进的机甲也……你引以为傲的神核，不过是我们玩剩下的。星河的本质不是蛮力，而是精确。帝国只看到了表象，却从未理解本质。苏联少爷，不好了！帝国大军绕过战场，冲袭了补给线，2草全断了。苏联。刚截获帝国密电，他们的主力正全速向都城进发。这不是残余部队，是整整3个军团。太迟了，苏联，你赢了这场战斗，但战争才刚刚开始。苏联，你们的最后一条陆路补给线已在昨日被我军切断，2草已断，我看你们这座孤城还能撑多久？3天，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，若不开城投降，我就让你们活活饿死在城墙后面。该死！将军，情绪不会让防线更坚固，先冷静下来，我们还有办法。存粮最多支撑4天，老人和孩子已经开始配额缩减了。军心不能乱，可饿着肚子怎么握紧武器？之前派出的3支运粮队全都被拦截击毁了，常规方法根本冲不进来，怎么办？强攻运送是送死，需要瞬间的火力覆盖打开缺口，并维持住通道，速度必须快，快到敌人来不及重组防线。乔西，启动星河攻击机，饱和轰炸东北角通道。纳林率20架战机掩护。将军，命令魔动车集结，速度是唯一的生路。再坚持一下！给我开！所有单位锁定预设坐标区域，齐射。混账！是运粮队，拦截他们，绝不能让伊利粮食进去。
血魔人。想抢粮草，先问过我的剑。苏联少爷万岁！粮食运进来了，终于有粮了。老天保佑！多亏了你的奇策，否则此城今日必从内崩溃。一群废物，启动深渊之瞳。也该落幕了，就让这最后的闪光为帝国的霸业奠基。中焰炮管就位，能量汇聚50百分比，目标锁定都城核心，准备发射。联盟各族，就是现在！启动星河矩阵炮！别松懈，光还没完全成型。稳住输出，把大地的坚韧全部灌进去！风之精灵赋予他无阻的疾驰。以血为器，锁住这毁灭的力量。还没完，血狼星河爆！这就是星河更深层的力量，仿佛与整片大陆的脉搏产生了共鸣。帝国的野心到此为止，从今往后，圣州大陆再也没有你们肆意践踏的立足之地。我们赢了，我们守住了！联盟万岁！能量扫描确认，此剑存在高纯度星河碎片反应，微微的辅助交出碎片坐标。攻击方式完全未知，能量性质与魔法截然不同，必须先清理杂兵，保护平民。防御比想象的还要棘手。能量谱分析完成，他们的机甲外壳是高度稳定的，逆向能量场，常规攻击会被中和。
必须用更高纯度的正向星核能量进行超载对冲，用星核导弹。那就试试，是你们的逆相更强，还是我们的本源更烈？发射！你们遭遇的是星河收割者的爪牙，他们游荡宇宙，专门掠夺星河碎片。掠夺星河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启动星河归零，届时大陆的本源将被抽干，成为他们的养料，星辰亦会熄灭。想毁灭家园，先跨过我的尸体和我身后万千战士的血肉之躯。这是你父亲奥古斯特留给我的钥匙，记载着通往星河母星的坐标。你已通过试炼苏联，掌控它，就等于掌控你的命运。苏联，裂缝后面有舰队。碎片内部封存着多维坐标和精神印记。父亲，您究竟留下了什么？莲儿，当你看到这个，说明收割者已再次笼罩，去领悟起源星河之力，那是唯一的希望。您的使命我来完成。父亲，请看着我。检测到钥匙能量信号，夺取碎片，抵抗者格杀勿论。星河战甲本源形态启动。这就是更接近本源的感觉吗？苏联，那是能量寄生虫。更糟的是，他们早已在母星外围布满了舰队，那是陷阱。收割者主力舰队已经包围了母星。开火，让这些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！机甲冲锋，域外盟友，用你们的炮火为我掩护！引以为傲的帝国军人，最终却选择与毁灭家园的侵略者为伍。令人作呕的背叛，正好用它们来试试我们新玩具的威力。血脉共鸣，星河本源。血狼啸月，星河爆！血狼啸月，星河爆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力量？域外技术竟然不堪一击！背叛同胞，引狼入室。洛克，
你不配死在荣耀的战场上，只配在耻辱中化为尘埃。核心还在埋动。乔西，立刻开始深度解析，我需要知道所有可能性。苏联星河收割者主力舰队正在全速朝我们星域驶来，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星河本源。星河收割者主力舰队正在全速朝我们星域驶来，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星河本源。他们的脸颊在吞噬我们的炮火能量，快要撑不住了。星河的真正力量在于共鸣，唯有将意志、血脉特性与星河能量深度共鸣，才能产生破格的穿透力。纳林，单纯的能量炮火无效，需要血脉共鸣。用你的血魔法引导，我将星河能量注入矩阵炮核心。锁住！我会让你们夺走任何东西！全军瞄准他们身上的裂痕，自由开火！有效，能量读数显示，共鸣攻击绕过了他们的吸收机制。支援到位，继续射击！王弹，还有船，准备第二轮！苏联，星河母星的详细坐标与安全航路图完成了，这里就是星河本源的所在地。如你所见，孩子，收割者在母星外围布下了重兵防守的星河封锁线。文明，立即交出星河碎片与全部坐标数据，抵抗则文明印记将从星系图中抹除。这就是更接近母星本源的感觉吗？星河战甲，共鸣母星坐标，母星形态解锁。战局结束了。这次，让我们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彻底留下来做客。结束了。不好，刚才的战斗能量干扰了裂缝的稳定性，它要崩溃了！他们在向母星方向的收割者主力求援。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。绝对。必须有人进入起点核心，手动启动稳定锚，那里的能量辐射足以撕碎任何防护。这魔法能抵御能量风暴。我们一起去，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。星河碎片，激活！
血蓝过红。苏联，我们又一次并肩作战了。苏联远征队已经准备完毕，星河母舰，500台星河机甲，100架战机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勇士们，目标星河母星，夺回本源，终结收割，以守护之名激活。苏联是域外舰队先头部队，他们比预计来的更快。星河的窃取者，卑微弱小的文明，你们竟真能航行至此？但这里就是你们旅途的终点，湮灭吧！那东西能直接共振，吸收我们的护盾能量，数量真不少，还带着讨厌的吸星武器。母星就在前方，绝不能让他们挡在这里。星河战甲，远航形态解锁。这份力量回应我吧！各自小心，别被那能量网缠上。能量节点就是那里。竟有这种力量！启动星河掠夺矩阵，把他们和母舰的能量一起抽干。护盾能量暴跌30%，还在持续衰减。他们在构建联合能量吸收场，苏联必须打断他们。掠夺，这不是你们该染指的力量，还给他们。我们不是来寻求认可，是来取回属于我们的位置。只要你们还想靠掠夺生存，我们就永远是你们无法跨越的死敌。苏联，纳林，快看前面！星河母星的大气层外有一层前所未有的能量屏障，屏障后面有东西，生命能量强度离谱，就像一整支活着的星辰舰队，或者是传说中的星球守护兽，它需要同源的星河碎片能量才能开启。这就是父亲最后停留的地方。碎片在共鸣，苏联，我能感受到屏障后传来的古老呼唤。屏障打开了，但入口极不稳定，侦测到高浓度能量体。我先进去看路，保持通讯。苏联，那个能量体强度超过以往所有数据，如果情况不对，立刻撤回。外来者，700年来，你们从未放弃掠夺之心。现在离开星河母星。这声音中除了警告，还有痛苦。他曾被伤害，不止一次。护盾全功率，纯粹的能量压制。这不是战斗，这是驱逐仪式。既然不退，那就化为星河的尘埃吧。苏联，他的攻击有规律，每3次齐射后，胸口会有0.3秒的间隙。0.3秒，纳林，借魔法，共鸣加持，就是现在！等等，这感觉，血脉共鸣，奥古斯特的血脉，你是他的后人。你认识我父亲？你父亲奥古斯特用毕生研究加固防御，他在核心遗迹连接系统用生命能量维持着屏障。他说：“我的孩子会来的。”他等了700年，所以，他不是抛弃了我。
是的。苏联，域外舰队主力突破外层防御，12艘母舰级战舰正在降落。目标是星河急需矩阵，一旦启动，母星能量会在72小时内被抽干。这是钥匙，去见你父亲，选择继承使命，维持屏障，或者彻底终结这一切。父亲等的不是一个延续牺牲的儿子。乔西，启动战斗模块。纳林，准备最大范围共鸣。莲儿，你终于来了。星河母星是宇宙星河网络的节点，域外文明星河收割者想要吸收所有节点能量，称霸宇宙。这是星河增幅器，将星河能量放大10倍。这简直是科技与魔法的完美。如果能完美利用的话，域外舰队也不在话下。域外舰队的能量信号就在遗迹外围。星河战甲增幅。美术很好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能操控星河母星的设备？这是我父亲的遗产。别得意，很快你也会死，整个星球都跑不掉。星河收割者的终极武器——星河吞噬者启动了，它吞噬整个星球的星河能量，威力超越12阶魔法。这是什么级别的能量？家园。再过10分钟，星河母星就会被吸干，你们都得死。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纳林，血脉共鸣。小西，启动星河增幅器最大功率。我们和这个武器拼了。终极形态，觉醒！就用这一剑！莲儿，你做到了，但别掉以轻心。3个月后，收割者母星舰队就会抵达。检测到星河收割者的母星舰队有上千艘战舰，撤！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。苏联，我们联系了宇宙中其他星河节点的种族。他们愿意组成星河联盟，共同对抗星河收割者。
从孤身守护星河碎片，到如今集结各族力量，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战士。我会将我的研究数据全部传给你，能进一步强化星河战甲和母舰，还能量产星河机甲。父亲，你毕生的研究不会白费，我一定会带着联盟守住所有星河文明，完成你未竟的事。3个月时间，我们要打造一支宇宙级的钢铁洪流。星河母舰可以升级为星河旗舰，搭载星河主炮，威力能摧毁星际战舰。有了奥古斯特先生的技术，主炮充能效率还能提升3成。血族也会召集所有战力加入星河联盟。上次族中遭遇收割者突袭的仇，我们要一并清算。星河收割者想要毁灭宇宙的星河文明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3个月后，我们在星河母星集结，共同迎战。我们愿意加入星河联盟，为了生存并肩作战。我们的家园已有一半被吞噬，愿此战能为后代夺回星空。星河收割者，3个月后，我们一决高下。这是铸造星河能量稳定传导层的核心材料，没有它，机甲动力核心的能量流脉就无法成型。强行启动会导致能量逸散，甚至核心熔毁。各位，坏消息，星河收割者的大舰队很快就会抵达，但我们卡在了最要命的一环。星河原矿库存告急，以目前的库存，最多只能完成300台机甲的最终武装，而我们需要至少1000台。星河原矿只在极端富集的特殊矿脉中诞生，我们移植矿点都已被之前的域外先遣队或星河乱流摧毁了。我们擅长开山猎石，但对星河能量感知迟钝，找不到星矿脉。不，还有一处，这里存在一条理论上的原生星河矿脉，纯度是已知矿脉的10倍以上。未探索状态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里环境极端不稳定，遍布乱流，而且现时有微弱的域外文明能量特征，他们很可能已经建立了前哨。他们已经到了，我们必须抢回来。纳林，准备出发。警告！此区域已被收割者第7次元采集分队接管，立即退去，否则予以清除。纳林，清除守卫，必须速战速决，能量乱流随时可能爆发。正好拿他们试试新融合的力量。一群废铁，也敢挡路？找到了，这就是纯度最高的核心。这种能量足以拯救太空港。星河之血，回归本源吧！阻止他！他在掠夺并净化资源，启动矿石湮灭协议，毁掉这里。能量稳定在90%。寒等无厌，还要毁掉根本。乔西，立刻加速机甲量产，绝不能让域外势力再靠近半步。他们还在犹豫，一次次拖延只会让战线崩溃。苏联统帅，我们炎族贡献了最多资源，凭什么左翼指挥全给精灵族？这不公平！统帅，防线被撕开了，后盾过载，我们需要支援。乔西，启动星河引导信标为炎族主炮，提供精准引导。炎族战士是联盟的基石，他们的防线就是联盟的防线。我亲自去前线，执行命令。
前锋战队已进入防线，其他队可以游走，注意保持阵型。收到。敌舰装甲被撕开，火花外溢。我们继续施压。锁定目标，开始切割。看到标记了吗？全体主炮齐射！主目标，敌方阵型溃散。发现巨大热源反应。您在危难时不计前嫌，炎族上下从今往后为你马首是瞻。若有再疑，天地共前。联盟的意义在于为共同生存而战。我宣布，星河基础技术即刻向所有成员种族开放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！联盟的未来从这一刻起不再分裂。进去看看，真相就在里面。父亲，您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了吗？莲儿，这是血脉融合仪，能让生物血脉与星河能量深度绑定，是对抗星河收割者的关键。孩子，你体内的血族骨血与星河能量有着天生的亲和性。体内的血脉在回应它。原理是用星河能量激活血脉潜能，再反向强化星河能量传导。纳林的血族血脉与星河能量本就有共鸣，正好可以试试。为了我们，我必须变强。从此星河存，你存，星河衰。你衰将永远与星河绑定。听起来是和苏联绑在同一艘船上了。还等什么？开始吧！原来从一开始，血族就和星辰同源，太神奇了！血魔法和星河能量完全融为一体了。这是现在的力量，星河脉冲。成功了，纳林的战斗数值在攀升。将技术参数传送给各族，让所有战士分批进行融合改造。设备已批量复制，预计1周内完成强化。父亲，这就是您留下的火种吧？我们会让它燎原。星河探测到隐形能量，启动星河陷阱。跟我玩隐形，你还太嫩了。他们的隐形技术居然能躲过常规侦测，看来敌方的暗物质研究远超我们预估。在我面前玩自爆，你们的能量流动，我隔着战甲都能闻出来。你母星舰队的配置、装备和秘密武器，老实交代。我说，我们舰队核心试试星河主宰舰，打在星河引灭炮，一炮就能摧毁一颗星球。该死，星河能量直接冲击神经，根本抵抗不住。根据审讯数据和扫描验证，星河湮灭炮的能量来源是暗物质星河，启动确实需要3分钟预热。3分钟，对我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陷阱。敌方明知我们可能获知此情报，很可能设下反制手段，必须设计多套方案。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备战重点，针对星河主宰舰的预热窗口时间，一举将其消灭。已开始加装针对性干扰装置，同时准备电子幻象舰队佯动。
出发吧，让星海见证我们的决断。卑微的星河附庸者，你们的时间到了！要么臣服于星河收割者，成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；要么连同这颗星球一起，化为星河能量的养料。星河的意义，从来不是掠夺和霸权，而是守护。今天，我们就用钢铁和热血，让这些侵略者知道，星河文明不可辱。启动联盟防线，全军迎战！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化成宇宙的尘埃吧！星河湮灭炮启动。主宰舰核心能量急剧上升，湮灭炮开始预热，倒计时3分钟。和情报一致，但预热速度比预期快8秒。敌方果然做了优化，我们的行动窗口更紧了。对，全屏通道开启，追踪坐标表定，预备发射。全体准备完毕。旗舰主炮能量90%%，随时可击发。机甲编队出击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好好回敬他们了。那些被摧毁的家园、逝去的同胞，今天要让你们百倍偿还。货轮依然稳固，火力再提升30%。收到，全舰连射模式。马上撤离。苏联统帅，我们的主炮威力不够打穿他们的防护网，能量再这样消耗下去，舰队防线要崩溃了。这些龟壳简直就是在嘲笑我们的火力。他们的能量炮持续压制，弹道计算精准的可怕。我们的补给舰群被完全封锁，根本无法靠近前线。苏联统帅必须尽快找到破局之法。能量分布均匀，反馈强度一致，完美的环形阵，但越完美就越依赖核心节点的稳定。卡斯帕乔西分析防护网能量结构，环形阵不可能无懈可击，必然有一个核心节点在驱动所有能量。它的能量波动强度是其他舰船的37倍，就是它。防护网的能量中枢，但是苏联它周围有至少10台能量反应极强的精英机甲守卫。舰身还检测到3层叠套的复合防御魔法阵，硬闯等于自杀。那就软闯，通知各舰集中火力对防护网进行区域性佯攻，制造能量扰动，为我争取时间和空隙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的血魔法擅长潜行和破甲。不，潜入的核心是引，人越多破绽越多。你留在旗舰协调佯攻节奏，盯住其他投降舰队的异动，我总觉得他们安静的反常。驱动星魔块，好强的力量！纯粹的暴力，加上对星河能量的一种极端运用，不能硬拼，要找到它的理念带来的破绽。检测到异常星河能量残留波动，执行清除协议。还差最后一道。星河分身。所有战舰集中火力攻击队形变化为突击阵型，不要给他们重组防线的机会。激动的一组，你破坏了我的玩具，勉强配得上作为我降临此地的第一个对手。毁灭文明，掠夺资源，将其他种族的希望化为自身养料，这样的行为也配自称守护者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起源文明明明才是真正的愚者，他们竟然妄图将珍贵的星河能量共享给宇宙中所有低等种族。只有绝对的掌控，才能建立永恒的秩序。
只有我们收割者才配定义何为和平。接着说，苏联，他的战甲力量层级远超预估，初步扫描显示是暗物质金属与高度压缩的黑色星河结合体。我去支援他。不，按计划守住旗舰，稳定舰队阵型，他交给我来牵制。称霸宇宙，从不是星河的意义。你只是被贪婪吞噬的叛徒。星河分尸三重，分散力量是最愚蠢的选择。敢在我面前现身！不可能！你竟能伤到我！他的战甲能量在衰减，在加把劲。看吧，这就是你固守所谓、守护信念的下场。你根本不懂星河真正的力量。起源文明，哼，他们就是太软弱，创造了如此伟大的能量之源，却不敢用它来统治、来征服，反而妄想分享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就算起源文明的选择，在你看来是软弱，那也绝不是你们肆意掠夺、毁灭其他文明的理由。他们的消亡是必然的，而我们收割者才是星河力量正确的继承者。星河的意义，从来不是独占，更不是毁灭，它是可能，是连接，是希望，是守护真实之物的力量。星河战甲起源形态解锁。这光芒不可能，这是星河的起源能量，只有得到星河本源认可，真正继承了起源文明精神核心的继承者，才可能唤醒。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！星河能量在流失，在被净化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起源力量是传说中星河本源最核心的起源力量。苏联他真的成为了起源的继承者。联盟的战士们，看到了吗？那就是我们的统帅，星河真正的守护者，跟随他的光芒总攻。你只是在拖延时间，星河的终极力量是破坏，是统治。你那套软弱的守护理论，在真正的毁灭面前崩塌一击。守护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因为珍惜才拥有更坚韧的力量。借我这招，星河冲击波！守护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因为珍惜才拥有的更坚韧的力量。借我这招，星河冲击波！你的贪婪，你的偏执，你对力量扭曲的理解，到此为止了。起源裁决。我的力量，我的秩序，不可动！苏联统帅万岁！星河联盟万岁！我们赢了！接下来就是清扫时间了，所有机甲小队跟我上，乘胜追击，一个不留。域外残余势力，核心已破，继续抵抗，只有毫无意义的毁灭与死亡。放下武器，立刻投降，这是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选择，否则格杀勿论。解除所有武器系统锁，停止一切反击行为。降下，收割者站齐，我们投降。胜利了吗？不，这只是终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。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不再滋生这种错误的秩序。苏联统帅，俺老严不会说漂亮话。
您守护的是俺们所有星河文明活下去的根。从今往后，炎族上下为您马首是瞻。苏联阁下，统帅一词已不足以形容您今日的功绩。您是当之无愧的星河守护者，是起源文明精神在新时代的化身。苏联初步统计完成了，域外主力舰队伤亡超过60%，剩余127艘各型舰船全部投降，包括那艘星河主宰舰。各位，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，粉碎了星河收割者以掠夺为本的野心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，没有卡斯帕乔西在后方提供技术分析和战术支持，没有纳尼斯泰克在前线协调指挥，没有炎族、精灵族以及联盟所有战士的奋勇作战，没有各族在后方提供的资源与信念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但是我们只是击溃了他们的主力舰队。根据已知情报，收割者文明幅员辽阔，理念偏激，很难保证没有其他残余势力或极端分子潜伏在宇宙深处，甚至正在酝酿报复。为了我们共同守护的未来，星河联盟万岁！追随苏联守护者，星河联盟万岁！追随苏联守护者，星河联盟万岁！启动舰内暗物质星河，过载倒计时，让我们和这颗可笑的母星一起化为最绚烂的烟花，献给伟大的收割意志吧！追随苏联守护者，星河联盟万岁！哈哈哈哈！愚蠢的胜利者们，星河收割者没有失败者，只有殉道者。你们以为战争结束了？不，真正的进化现在才开始。启动舰内暗物质星河，过载倒计时，让我们和这颗可笑的母星一起化为最绚烂的烟花，献给伟大的收割意志吧！检测到超高能级聚变反应，是战舰动力核心的暗物质星河被强行激发至过载状态，10艘同时，计算爆炸当量，相当于10颗小型恒星在近距离同时引爆。乔西，全力维持旗舰和主力舰队护盾稳定，准备抵御可能的冲击余波。纳林，你立刻率领快速反应舰队，镇压其他投降舰船的异动。你要小心，这几艘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他们的疯狂玷污我们用胜利换来的家园。星河起源，能量网，星河进化。不，星河的脉动不再只是回应我，它正在成为我意志的延伸，如同第二套血脉，在黑暗中无声蔓延。莲儿，3000年前我选择封印自己时，以为星河只是秩序的锁链，但我错了。这些年，我在星河深处看到的是比秩序更古老的东西。星河不是冰冷的机器，它是宇宙的生命之源，是会呼吸的宇宙之心。这些光点，每一个都是曾经被星河孕育过的文明火种。生命之源，所以它能治愈被黑暗腐蚀的星球。不止如此，它能给予新生，也能转化腐朽。我将最后的星河本源交给你，这不是力量的赠予，接受它，你会成为星河在物质世界的化身，不再是使用力量，而是成为力量本身。父亲，我准备好了。它的能量波动正在与整个星河母星同频，战甲物质正在与细胞融合，不是在重组它的生命形态。生物毒素在重新定义，这已经超越了所有已知的生命等级。我看到了星河网络中每一个节点，每一个等待重生的世界。去吧，揭开新的序章。如果星河是生命之源，那么创造应该是这样的。我能直接感知星球的心跳，每一次脉搏，每一声呼吸。
星和母星能量读数完全稳定，混沌波动归零。我们做到了，这才刚刚开始，那里有721个节点需要修复。让我们开始重建工作吧，不只是重建建筑，更是重建连接。这是按照星河网络节点设计的联合研究院，7个文明的知识将在这里第一次真正交融。等等，这是什么读数啊？地面下方有高能量反应，全体后撤。收割者永不认输，既然首领败了，我们就毁掉你们重建的一切。星河技术永远不该重见天日。他们装备了星河干扰器，能量压制范围正在扩大，我们的星河武器全部失效。不对，这种干扰不仅针对外部能量，它在阻断星河与血脉的本源连接。收割者的残党了，用3万年前的古董干扰技术来对付已经与星河通话的我，你们是在侮辱谁？在我的领域里，轮不到你们定规则。左侧6塔交给你，右侧基站我来处理。这次轮到我们反击了。不可能！魔法和血脉都应被压制了，这是纯粹的物理破坏。谁告诉你我需要依赖魔法？这是逆共鸣装置吧？可惜我已经是星河本身，所有规则都需经我允许。检测到16处微弱能量正在地壳移动，分4队清理。我要日落前确保每一寸土地再无害虫。最后一处据点已清除，苏联、星河母星彻底安全了。进化，血狼形态。他们都在等我开口。星河的脉动与我同在。今天我们建立宇宙星河联盟新秩序，禁止掠夺星河能量，共享星河技术，所有文明平等共处，违反者将受到联盟制裁。我们愿意遵守新秩序，放弃掠夺，加入联盟，为之前的罪行赎罪。苏联守护者，我们炎族愿意献出矿脉，支持联盟的星河网络建设。精灵族愿意提供风晶能量，强化星河屏障，守护所有星河节点。这是新秩序的具体章程，已经翻译成各族语言，大家可以查阅。宇宙之争始于今朝，出发！终将抵达彼岸。没想到你真的建立了新秩序，你父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和平终是大势所趋。
文明都回应了，愿意加入。终于实现了！数据确认，大家，我们赢了！难道预言是真的？水平障正在崩溃，数据被侵蚀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能量波动？并不属于星河收割者。频率异常，能量性质呈现绝对空无与吞噬特性。这不是进攻，更像是某种苏醒的脉搏。这气息不会错，这是黑暗星河文明的活性信号。他们并非后天的掠夺者，而是与星河起源文明同时诞生，却走向完全对立面的双生子。起源文明创造、滋养星河，维系宇宙生命网络，而他们则以吞噬星河本源，使万物归于绝对的静寂与虚无为存在目的。传说在上古光暗纪元之战后，他们被重创，陷入了宇宙边缘的永寂深渊长眠。如今这信号意味着他们正在苏醒。若论纯粹的危险性与毁灭层级，他们远超星河收割者。该了结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不管是什么威胁，来自哪里，有何种目的，只要他意图伤害星河，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平衡，我就会守护到底。这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事业。无论面对的是收割者，还是什么黑暗星河，你的路就是我的路。我会陪你一起对抗任何敌人。追随苏联守护者，守护宇宙平衡。黑暗星河文明，我在星河母星等你们。